解放军电子侦察船潜出日本海，一路跟着美航母的消息引发外媒关注。一起来看具体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日本防卫省4月20日发布消息称，一艘中国海军的815型电子侦察船从日本鹿儿岛县奄美大岛西北约160公里海域全速挺进，引起了日方高度重视。毕竟在俄乌冲突之际，中国海军的大型电子侦察船单枪匹马地出现在日本海域附近，这一情况实际上是不多见的。随后日本方面全程戒备，海自派遣了舰船进行全程监视，而日本空自出动了 P1 反潜机，对中国海军的舰艇进行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。不过根据以往795号电子侦察船的动向可知，这艘电子侦察船实际上是东海海域的常客了。基本上美日海上力量若在日本海或是东海稍有异动，基本旁边都有我海军的电子侦察船跟随。此次亮相的795号属于海军电子侦察船 815A 型，这种侦察船是一艘6600吨级的大家伙，排水量和 052C 驱逐舰差不多。改进型号的 815A 电子侦察船在情报侦搜性能上获得了不小的加强，可通过敌方的电磁、雷达等信号侦测和分析情报数据。日本媒体认为，改进型号的 815A 电子侦察船在性能上极为出色。795号的前经尾翼是自动化的，取而代之的是与船舶系统集成的 HZGG-11A 光电跟踪器，而且舰桥顶部的跟踪雷达已被替换为主动被动搜索雷达。这似乎是 HLGQ366 的改进版本，能够在700多公里的距离内探测到美国航空母舰的动向。同时795号也可以有效侦测和跟踪弹道导弹。船尾配备了2个基于载波的卫星通信天线。外媒认为，电子侦察船就是为了监视美国海军的林肯航母打击群。这支航母打击群进入马六甲海峡以后就不安分，从南海地区北上后直奔朝鲜附近海域。按照美方的说法，就是举行军事演习，震慑不安分的朝鲜，同时向日韩两国彰显美国的军事影响力。据美媒的报道称，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如此大张旗鼓的举动，是因为朝鲜试射了导弹，而朝鲜试射的还不是一般的弹道导弹，是射程超过12000千米的大型洲际弹道导弹。这意味着从朝鲜本土发射的导弹几乎可以覆盖美国全境，因此美国才出动航空母舰打击群向朝鲜秀肌肉，同时也是一个明显的警告。值得分析的是，此次795号电子侦察舰潜出日本海公海，应当是和以前一样奔着美国林肯航母打击群去的，主要任务是在平时采集雷达和通信信号，提供相应的电磁对抗，解密敌人代码。而美军航母打击群在演习期间，航母与舰载机之间、护航舰艇与航母之间，基本上时时处于通信状态中。对于795号电子侦察舰来说，可以有效获取航母打击群的情报和讯号以供分析，所以795号电子侦察舰才会以20节每小时的速度追着美国航母打击群跑。西方对于我军的电子侦察船监视倒显得很不适应。此前澳大利亚军演的时候，我海军797号电子侦察船就在一旁观摩澳大利亚海军演习，结果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公开表达不满，称必须要时刻警惕中国海军的间谍船。美军也是担忧中国的电子侦察船能够获取有效的情报，并且给美海军造成泄密的风险。不过虎妞认为，这也算是一报还一报了。早年我海军实力不够强大时，即便是在自己家门口演练，日本、美国方面就频频派遣间谍船、侦察船和战机，对中国海军进行情报监听和耀武扬威。一次次的挑衅行动让人厌烦又作呕。而现在中国海军强大了，建造了一系列大型电子侦察船，对这些国家还以颜色的时候，这些国家反过来又不愿意了，声称中国海军的举动是威胁，危害舰队的安全。不得不说，在双标这块，属实是让他们这些国家玩明白了。当然，我军向美国航母派遣电子侦察船，不单单是获取敌方情报信息，更是用实际的信息向西方国家表明，
中国海军已经强大到了美日等势力不可忽视的一个地步了。这种事情以后会经常有，不管这些国家愿不愿意，只能说习惯就好。